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解读卡塔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及 RealRF 动态路由架构。该工作利用现代 Hopfield 网络实现了高效的单次前向学习，在仅增加 2.1% 参数的情况下，模型无需数据缓存即可抵御遗忘。这标志着大模型正向着学无止境的动态路由演进。RLF 面对的是在线学习的极端挑战。这里的数据流呈现非平稳特征，分布随时间持续偏移。每个训练样本仅有单次可见的机会，系统无法重仿历史数据。由于没有明确的任务切换标识，这种越后即焚的限制要求模型必须实现急速的实时适应。传统微调方法如 LoRA 或提示词工程在 OCL 场景下难以为继，核心症结在于其极度依赖缓慢的梯度更新。当每个样本仅出现一次时，基于梯度的逐步迭代便产生了严重的收敛滞后。这种速度瓶颈导致了一个致命矛盾：当模型参数刚完成对当前任务的适应，数据分布往往已经发生了偏移，使学习过程始终处于落后追赶的状态。研究者提出了一种认知反转，将知识获取从静态存储转向动态路由。该方法不再尝试将任务知识塞进固定的参数模块，系统在输入瞬间通过识别特征形态，动态分配最合适的表征子空间。这种机制如同三棱镜折射光束，实现了实时的空间分配。这一转变彻底摆脱了传统梯度更新的滞后性，为连续学习提供了新的底层逻辑。R6F 通过集成能量联想检索层改造了 Transformer 架构，其核心在于动态提示机制，能基于当前特征序列进行单步联想并实时生成提示。所有路由决策都在单次前向传递中完成解析计算，与缓慢的梯度优化过程完全解耦。这种架构确保了即使在数据流快速变化时，模型也能做出及时的响应。在 RealRF 的内部，工作流被划分为4个精确阶段。首先输入视觉 token， 随后通过 Hopfield 池化层和 QKV 矩阵生成动态路由提示。这些提示与输入拼接后进入自注意力层，但在生成输出后会被立即丢弃。这种按需生成的消散机制有效防止了任务特定状态在网络深层不断堆积，保证了系统简洁性。这种检索机制的底层逻辑源于现代 Hopfield 网络，其核心是将检索过程转化为最小化一个严格凸的自由能泛函。凭借这一数学特性，系统无论接收何种特征，都能在单步内瞬间锁定唯一的能量平衡点。这彻底取代了耗时的梯度搜索，实现了在一次前向传递中直接通达最优路由路径的高效转换。为了进一步抵御灾难性遗忘， RWF 引入了具备 Lipschitz 连续性的联想算子。这一数学特性保证了当输入特征出现微小偏移时，路由权重只会发生比例范围内的平滑微调。相比传统方法中常见的性能剧烈跳变， RWF 通过这种平滑路由有效稳定了表征空间，这为模型在处理持续偏移的数据流时构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护层。在验证阶段， RWF 接受了极其严苛的实验基准测试。研究者选取了包含1000个类别的 ImageNet S 终极测试，以及高难度的分布外泛化数据集 ImageNet R。实验设定了一项严格的底线，所有模型仅允许单 epoch 训练，这意味着每个样本绝对只能被观察一次，模型必须在这一瞬间完成学习。在 ImageNet 性能对决中， RWF 展现出了显著优势，其最终准确率达到 74.09%， 远超 CODA Prompt 的 66.16% 和 InfloRA 的 62.20%。 这一数据证明，即使在复杂的视觉概念和严苛的单次观察限制下， RWF 的动态路由策略依然能够实现大幅度领跑。在面对拥有1000个类别的 ImageNet S 终极考验时， RWF 的优势依然稳固。它以 61.37% 的准确率显著超越了 EASE 的 55.89% 以及 InfloRA 等传统方案。实验结果表明，在极大规模的标签空间下， RWF 这种单骨干网络的联想路由策略性能优于复杂的双骨干网络或提示池方案。在综合能力的全景对比中， RUF 展现出了全能的表现。它不仅在 ImageNet R 上取得了最高的准确率，
还同时满足了无需数据缓存、支持单次前向学习、无需任务标识以及单骨干网络这4大关键特性。相比之下，其他方法往往需要在模型复杂性或数据依赖上做出妥协。这证明 RUF 在保持架构简洁的同时，实现了更优的适应性。在结构稳定性方面， RWF 展现了极其出色的控遗忘能力。在 ImageNet R 数据集上，它不仅维持了 74.09% 的高准确率，还将遗忘率压缩到了 5.98% 的极低水平。这组数据有力地证明，即便不依赖历史数据的重放缓存， RWF 也能从架构底层牢牢锁定过去的知识，真正实现了学习效率与记忆稳定性的兼顾。在极限压力的小样本测试中， RWF 的稳定性更为惊人。当可用训练数据从 100% 锐减至 20% 时，传统微调方法如 InFloor-A 的准确率发生了剧烈崩溃，甚至降至 6.6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RWF 依然能维持 62.29% 的准确率，保持了绝对的性能统治力。这一表现清晰揭示了 RUF 在资源匮乏场景下的极强鲁棒性。RUF 对数据稀缺的免疫力源于其解析路由与迭代学习的本质区别。传统方法需要无数次重复更新，才能通过梯度雕刻出稳定的任务表征，而 RUF 能够基于当前特征的几何形态，直接进行即时的空间重分配。这种机制让模型无需反复观察同一样本，就能精准完成路由。这使其在数据极度匮乏的场景下依然能高效运作。在应对极端任务碎片化时， RWF 再次展现了惊人的鲁棒性。即使任务序列从5个暴增至40个，表征干扰随之指数级放大，其性能曲线依然保持平稳向好。在40个任务的极限挑战下， RWF 依然斩获了 66.49% 的准确率，遥遥领先于其他对比方法。这证明其路由机制能够有效处理频繁且剧烈的分布变化。关于路由层的位置部署，研究得出了一个核心发现。实验表明，在网络早期层截断冲突，远比在末端进行补救更有效。这种前端部署策略能在共享的底层特征向下游传播并产生更深层干扰之前，精准化解特征冲突。通过这一深层干扰预防机制， RUF 进一步提升了整体的表征效率。在具体配置上，研究者找到了一个性能提升的黄金分割点。实验结果显示，将 K 值设定为3，即仅在最前面的3个模块中插入 Hopfield 池化层，是目前的最优配置。这一设定在对模型原有架构破坏最小的前提下，成功提取了绝大部分的性能红利。这再次印证了早期层路由在化解干扰中的决定性作用。这种精准的路由部署使 RUF 实现了极致的参数效率。模型仅增加 2.13% 的参数，就在 ImageNet R 上换来了 8% 的性能飞跃。相比之下， CODA Prompt 的参数增量高达 5%。这组对比证明，性能红利并非源于暴力堆砌模型规模，而是来自对表征流动方式的优雅重塑。在极高效率的背后， RUF 的思考逻辑可归纳为3个阶段。首先是观察系统，直接接收数据流且无需任务标识，随后进行寻路。序列通过能量最小化机制，在毫秒间锁定最优路由。最后是处理与消散，特征完成重定向后提示，随即消失，不留任何历史包袱。尽管这种3步路由机制非常高效，但在面对极细力度分类时也会遇到瓶颈。典型的例子是区分极其相似的鸟类亚种。由于不同类别的特征在语义空间中高度接近，基于相似性聚合的 Hopfield 池化会导致路由吸引子发生重叠。这种重叠会在一定程度上平滑掉具有高度判别力的局部细节。这揭示了架构在抵御遗忘的同时，也存在捕捉极端细微差异的边界。RUF 的研究证明，抵御遗忘不必死守生硬的梯度约束，其核心是将连续学习转化为路由问题，在单次前向中实现动态适应。这种无缓存的极简架构彻底摆脱了对重放缓存的依赖。作为流式 AI 的新基石，它提供了一种结构严谨且大道至简的解法。未来针对路由吸引子重叠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是提升模型表征精细度的关键看点。